是不是每一次一想加点杆法走位，球就打不进？其实你原本瞄准好的球，只要后手有微小的偏动，杆头就容易偏离中轴线，白球就会歪得离谱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后手不歪吗？有，记住后手的这个每一个部位啊，它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。学完这节课，力量大去打高杆也不会歪，力量小低杆也能准进，甚至角度球的准度都会大幅度提升。先来说说手臂的每一个部位的主要功能。首先是大臂，它是负责来锁定球杆的方向的；小臂是来提供出杆的速度；手腕是用来对速度进行补充的。我们需要充分的将各个部位进行独立开来，并通过训练让它们完全熟练，这样就能够让每一个部位自然的衔接起来，打出我们各种出杆不同的需求。首先是大臂，我们需要先能够感受到大臂的方向感。职业选手的大臂往往都是与球杆方向一致的，也就是肩关节和肘关节的连线与球杆的方向完全重合。但是大臂是在头的后方啊，趴下去又看不到，我怎么知道它的方向呢？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感受一下大臂的方向。找一条直线趴下来，要去感受好像有一根线吊着的感觉。此时将小臂向后提到一定的高度，松掉小臂的力量，小臂就会自然的掉下来。此时啊，去观察球杆前面的部分有没有与这条线重合，如果没有，那就调整一下大臂手肘的角度，往外点往里点都可以，直到小臂摆动起来的时候，球杆能够自然的与直线去重合。此时啊，我们要去记住大臂周围那一圈肌肉的状态感觉，这样你就找到了你大臂的方向感。大部分的出杆歪啊，都是由于大臂在出杆时候的偏移所造成的，所以我们还得去训练大臂它方向的锁定能力。那么锁定主要来源于两块肌肉，一个是连接肩关节的这个上胸部位的肌肉，一个是它背部的这块的肌肉。那么这两个肌肉呢，共同限制了大臂它左右的方向。只有这两块肌肉会将大臂牢牢地锁定在一个方向之中。我们在刚才用第一步的方法找到大臂的方向感后啊，可以去叫上一个小伙伴，在大臂的左右连续的去推一推，去强化一下肌肉的这种锁定力量，再通过在这条直线上进行运杆和出杆，去加强大臂的方向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你在实战当中趴下去打球的时候啊，只要一开始瞄准的方向是正确的，你的出杆就都不容易歪了，精准的将目标球打进，并且还能用出自己想要的杆法。下节课我们来讲讲如何加强小臂和手腕加速的功能。想要全面系统学习的靓仔，加入高手班或者大师班，别忘了点我头像发我666哦。靓仔一加杆法就打不进球，主要是没有分清楚手臂每一个部位的主要功能。大臂是负责锁定方向的，也就是负责准度；小臂是负责出杆加速的，也就是杆法效果；手腕是负责速度的补充的。上节课啊，已经学习了如何锁定大臂的方向，这节课就来学习一下小臂和手腕的加速。由于很多人在锁定大臂的时候啊，小臂也会变得非常僵硬，总会感觉发力不顺畅。记住，锁定啊，只是限制大臂的左右摆动，是胸肌和背肌的定型，其他肌肉呢还是需要放松下来。控制小臂向后摆动的主要是三头肌，向前摆动的主要是二头肌。那么趴下去之后，脑子就需要先想着把大臂定型后放松其他肌肉，肌肉啊越放松，发力就越轻松。举个例子，当小臂在向后回杆之后，此时在向前时啊，需要顺着重力的势能去向前。你看啊，这个球杆就像我们的后手一样，后手回到这个地方，把这个力量放掉的时候，它会有一股重力势能。你看，它是这样的一个速度在摆动。好，如果它在这个重力势能往前的时候，我们自然的给它赋予一些力量，那它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快。来看一下，从这个地方放掉之后，稍微荡一下，它的速度其实就很快了。看到没有？它会有一个顺着这股重力势能去加速的状态，所以你只需要顺着这股力去加上一些速度，打出来的力量就会变得非常扎实。等到各位通过训练感受到这部分之后啊，我们再去加上手腕的翻转时机，会让发力变得更加饱满。手腕它其实非常灵活，如果完全放松它是不可控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再收紧一点点力。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啊，一杆没有手腕的出杆，这个只有小臂在摆动，速度是不是感觉很慢很平稳？接下来我们加上手腕，同样
小臂还是很慢很平稳，可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手腕在这个位置加入发力之后，球杆有一个提速的过程。没看清，再来看一遍。我们来对比一下2次出杆的感觉。是不是感觉到了加入手腕的出杆，发力会变得更加有弹性和穿透力？所以在加杆法的时候啊，手腕所赋予的那一点点速度，会让你的发力变得轻松很多，同时还能让白球退回来的效果变强。所以当你发力变轻松之后，在平时加杆法的时候啊，才不会影响到准度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奥沙利文的发力，重点去感受一下他的小臂和手腕、手指的部位，自然的利用了重力势能的这种感觉。好了，想要全面系统学习的靓仔，可以加入我的高手班或者是大师班私教课，别忘了点我头像发我666。下课。靓仔，中式台球最容易引发争议的10个规则。规则1：开球进黑八，开球后把黑八打进怎么办？概率很小，但是有，可以选择把黑八拿出来放到掷球点上，开球方继续击打，或者直接由开球方重开。规则2：连击。以前规则2颗球相贴，直接击打的话犯规。现在规则2颗球相贴是可以直接击打的，不犯规。但是2颗球没有相贴，还有一点点缝隙，如果直接打出去，属于连击，犯规。规则3：跳球。中式台球是允许跳球的，但是得看击球点在哪里。打在白球一半以下的位置属于流氓跳，犯规；打在母球一半以上的位置跳球，不犯规。规则4：摆自由球。以前规则摆放自由球时，白球与目标球需要有1颗球以上的距离。现在规则摆放白球不需要有1颗球的距离，如果遇到贴库球可以这么摆。规则5：白球吊带怎么办？分4种情况。开球吊白球属于犯规，给对手线后自由球，只能往上打。平时白球吊带属于犯规，给对手全场自由球，任意打。打黑八没进，但白球进了，不算输，给对手全场自由球。打黑八有进，同时白球也进了，直接算输。规则6：借球。我想借球，他不想借给我，但是我一定要借，犯规吗？只要白球先打到自己的球就不犯规。规则7：刺杆规则。刺杆时只有皮头接触的话不算犯规，刺杆时皮头和先脚碰到白球的话就属于犯规。刺杆时如果先脚碰到白球的话就属于犯规。刺杆时白球越过目标球属于犯规，刺杆时白球没有越过目标球不犯规。规则8：分球。开球有进球不算分球，可以随便打任意一方的球，第2杆打进才算分球。开球后没分球，打小号球时运气把大号球打进不算分球，换对手击打。如果打进球后白球吊带也不算分球，换对手继续击打。规则9：抱带。现在中式台球比赛全程可以不用抱带，黑八也不用抱带，运气球也算进啊。规则10：离开台面。白球静止在台面以外的地方算犯规，对手获得自由球。白球原本离开台面，但因外界因素把球又弹回台面，白球属于离开台面，算犯规。肚子这么顶出来干嘛？对手获得自由球。白球离开台面，然后又自然的回到台面上，不算犯规。下课。靓仔，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将受用一生。技巧1：勾库球。遇到这种情况被对手防住了，直接打容易先碰到黑球，造成犯规。可以利用库边的弹性，朝库边方向用中杆大力击打，就不会犯规。技巧2：平行勾球。2颗球平行就取1/2，延伸到对面库边就是瞄准点，中杆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技巧3：大角度贴库球，直接击打很难找到进球点。袋口在左侧加左塞会增加进球点的容错率，如果直接打到进球点能进，如果先碰到库边，库边会凹陷进去，再通过旋转撞击到进球点也能打进，非常好用。技巧4：定杆口诀，力量越小打点越低，距离越远打点越低。技巧5：小力击打。当白球贴库时，如果需要小力击打，手架是这样的，食指中指相贴，与球杆同一方向，手架尽量靠库边边沿，并且平放，能够大大的增加出杆的稳定性。技巧6：白球弹库跳。当白球被围死在袋口附近时，直接用跳杆跳球非常困难，此时只需要斜对库边击打中高杆的位置，白球就能轻轻松松越过球堆将黑球打进。技巧7：最新的中式台球规则，如果目标球贴库，白球击打这颗目标球后需要至少碰触库边1次，
或者这颗球碰到了其他库边才不犯规。像这样小粒的撞击目标球，白球没有碰库是属于犯规的。如果将贴库的目标球撞到另一颗贴库球之后，假如没有任何球在吃库，这样也算犯规。考考大家，这一杆有没有犯规呢？评论区告诉我答案。下课。什么是瞄准节奏？记住这句话，由远到近，先是看袋口进球的位置，要进左、中还是右。如果是直线球，从进球位置连线出来，穿过目标球球心，继续延伸进球线，再穿过白球球心，从而确定手架支点该放的位置，放上球杆进行运杆，动态确认球杆始终在这条线上。准备出杆时不看白球，看着目标球的进球点，缓慢蓄力回杆，感觉有力量了以后，果断将球杆推出。角度球的瞄准节奏也基本一致，看目标带连线目标球球心。唯一不同的是将这条线要看成一个有宽度的两条平行线，这就是目标球进球的体积路径。顺着这颗球向后延伸出一颗的位置，这颗想象出来的球心就跟刚刚讲的直线球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再与白球球心进行连线，最后确定手架支点的位置，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目标点上，果断出杆就能将球打进了。当你学会这个瞄准节奏后，当你训练10个小时后，当你训练100个小时后，下课。